这柳依依也真是的，大喜的日子穿一身白，像什么样子？她是来给这场婚礼添堵的。姐姐，喝茶。有劳表妹了。柳姑娘，你手滑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手太滑了。依依，你没事吧？手烫到了吗？文轩哥哥，我没事，就是不小心烫到了姐姐，我心里好愧疚。陆文轩，你看清楚，被烫的人是我。月华，大局为重，今日宾客满堂，别让亲友看我们陆家的笑话。大局为重，陆家的笑话，所以我被当众羞辱，就该为了你的面子忍气吞声。我沈月华带着10里红妆嫁过来，不是来成全你和表妹的情深意重，更不是来当识大体的背景板。小姐，您去哪儿？去找能给我做主的人。沈小姐有事。镇北侯，公子若愿意现在与我拜堂成亲，这满院子的10里红妆就都是你的了。好，你要的大局我给你，只是这局中的新郎不再是你了。沈月华，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在选夫君。你荒唐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沈氏，你还知不知廉耻？大婚当日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勾引别的男人，我们陆家绝不能容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进门。老夫人说的对，这样的陆家，我还真就不想进了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陆老夫人，慎言。侯爷，这是晚辈的家事，您何必插手？更何况月华她只是一时气话，当不得真的。陆文轩，从你让我大局为重的那一刻起，你我之间就再无可能。我沈月华的夫君可以穷，可以弱，但绝不能是个眼瞎心盲的窝囊废。你竟然如此羞辱我！是你先羞辱我的，是你们陆家在羞辱我沈家。一杯茶毁了我一身嫁衣，毁了我一场婚礼，你们却只觉得是我小题大做，是我不懂事。既然如此，这笑话就闹得再大一点好了。侯爷，您可愿娶我？侯爷，您可愿娶我？嫁衣湿了，无妨，心没脏就行。继续。侯爷，这于理不合啊！月华毕竟是与犬子有婚约的，这怎么能说换就换？婚书已毁，在我决定走向萧青山的那一刻，就撕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侯爷，我的嫁妆还请您派人清点接收，绝不能让旁人占了分毫。好。他为什么会答应我？是为了那10里红妆，还是为了给父亲添堵？无论如何，他解了我的围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侯爷，夫人到了。下车吧。恭迎侯爷，恭迎夫人。几个时辰前，
我还是陆家的准新娘，现在却成了镇北侯府的夫人。世事无常，莫过于此。侯爷，您吩咐的人已经派过去了，陆家那边似乎想扣下夫人的嫁妆。果然，陆家的人贪婪又无耻。由他们去，我的东西还没人敢赖。夫人先梳洗一番，晚些时候我会让管家把嫁妆单子送来。是，我不知道今天的决定是对是错，但我不后悔。与其嫁给一个心里没我的男人，在忍让和委屈中耗尽自己，不如放手一搏，哪怕前路未知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刚才在陆府可把奴婢吓坏了。我没事。刚才吓坏了吧？奴婢是吓坏了，但也觉得解气。那陆公子和柳依依实在是欺人太甚。小姐您做得对，就该让他们没脸。就你向着我。夫人，这是您的嫁妆册子，您过目一下。另外，侯爷吩咐了，府里的中费事务从今日起便交由夫人掌管。侯爷他就没什么别的吩咐？侯爷说，您是侯府的主母，这些本就是您分内之事。这位镇北侯行事真是出人意料。这些是我沈月华的底气，是我日后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你亲自去一趟陆府，把这份单子交给陆尚书，告诉他，单子上的东西一针一线都不能少，若是少了一样，我沈月华必亲自登门讨要。是，小姐，奴婢一定把话带到。陆家，这场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不仅要拿回我的嫁妆，还要让他们为今日的羞辱付出代价。你这丫头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府上不欢迎沈家的人。我奉镇北侯与侯夫人的命令，前来与陆尚书交接嫁妆事宜。你这个奴婢，还敢来我们陆家，给我打出去！陆大人，这是我家夫人镇北侯夫人沈月华的嫁妆单子。夫人说了，上面的一针一线、一草一木都请陆家清点清楚，明日一早悉数送还。若是有半点差池，夫人说她会亲自登门向陆大人讨要。小翠，月华他真的这么绝情吗？他让你来的，他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陆公子，我家夫人在喜堂之上，胸口被热茶所烫，嫁衣尽失。您让她大局为重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她会不会原谅您？当您护着别的女人，指责她不懂事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日的后果？我家夫人说了，她沈家的女儿不做窝囊妇。从您让她受辱的那一刻起，你们之间便再无半分情分可言。是啊，是我亲手把他推开的。文轩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。你给我闭嘴！若不是这个扫把星，我陆家何至于沦为整个京城的笑柄？老爷，你冲依依发什么火？她也不是故意的。够了！慈母多败儿，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！为了一个外人，羞辱发妻，毁掉一门天大的好亲事，现在还得罪了镇北侯，你是想让我们陆家满门抄斩才甘心吗？你回去告诉侯夫人，陆家不是那等贪墨无耻之徒，嫁妆明日一早分文不少，定会完璧归赵。如此便好，奴婢告退。来人，去把库房里所有沈家的东西全部清点出来，一件都不许留。
小姐，您看他们那副嘴脸，真是解气。尤其是那位陆公子，肠子都悔青了吧？这才只是开始。陆文轩的后悔，与我何干？我所受的屈辱，需要用他们陆家更深的痛苦来偿还。我不知道他今晚会不会来。我和他是陌生人，没有感情，只有一笔交易。他用权势为我撑腰，我用嫁妆和沈家的潜在助力作为回报。这样的关系干净利索，却也冰冷的没有温度。侯爷，不必多礼，陆家那边处理好了。是，明日一早嫁妆便会送回。今日之事多谢侯爷解围，日后侯爷若有需要沈家的地方，月华定当竭尽所能。你不好奇我为什么会答应你？或许是为了十里红妆，或许是为了打压我父亲，又或许只是一时兴起。侯爷的心思我不敢妄加揣测。你很聪明，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沈月华，你可知与我做交易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我既已嫁入侯府，便是侯爷的人，侯爷想如何，月华无从反抗。你睡里屋，我睡外间的软榻。侯爷，你我并无夫妻之实，这桩婚事是你走投无路下的选择，也是我权衡利弊后的决定。在他回归本职之前，我不会动你。你只需做好你的侯夫人，管好这个家，当好我的脸面，其他的不必多想。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却唯独没有想到他会选择给我尊重，一份在这个时代丈夫对妻子而言最难能可贵的尊重。夫人，这是府里近3年的账目。侯爷常年在外征战，对这些俗物不甚上心，府中钟会一直由老奴代管。如今您来了，这些也该交还给您了。有劳管家了。你去召集府中各院的管事妈妈，我要认认人，听听各处的汇报。是。奴婢见过夫人。王妈妈，奴婢在。你是采买处的管事？是，夫人。上个月府中采买的杭城云锦，每匹20两银子，共50匹，总计1000两。我记得今年杭城云锦的官价是每匹15两，不知这多出来的5两是花在了何处？回夫人的话，这是因为咱们侯府要的都是顶尖的料子，价格自然要贵上一些，而且长途运输总得有些损耗和打点。是吗？巧了，我母亲的嫁妆里就有一件位于杭城的锦缎庄子，每年都会送最新最好的料子来京城。我对云锦的价格还算略知一二。王妈妈，你确定要我写信回杭城问一问我庄子里的掌柜吗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是奴婢一时糊涂，是奴婢鬼迷心窍。我今日把大家叫来，不是为了要谁的命。镇北侯府的规矩以前是怎样，现在还是怎样，但有一条得改一改。从今天起，府里上下但凡有中饱私囊、欺上瞒下者，一经查出，绝不姑息。王妈妈，把你这3年从采买处贪摸的银两自己算清楚，3日内连本带利全部补齐，然后去庄子上领30个板子，之后便去浣衣局当差吧。你可有异议？奴婢没有异议，谢夫人开恩，谢夫人开恩。今日就到这里，都散了吧，各司其职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走，去门口看看，看看陆家给我送来的这份大礼。
我今天就是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我沈月华不是任人欺凌的软柿子，我沈家的东西也不是谁都能觊觎的。天哪，这就是沈家的嫁妆吗？也太丰厚了吧！陆家真是瞎了眼，放着这么一位金山银石氏的夫人不要，去偏袒一个穷酸表妹，可不是嘛！这下好了，鸡飞蛋打，脸都丢尽了。见过侯夫人，奉我家尚书大人之命，将沈家的嫁妆悉数送回，请夫人点收。小翠，拿着单子，带着人去点一点，仔仔细细的把每一台每一箱都给我点清楚。是。上等和田玉如意一对完好，东海明珠一盒共108颗无误，前朝王羲之的字帖一幅在此，京郊良田百亩的地契在此。小姐，所有东西都在，唯独少了您装卡里老夫人留给您的那对血玉凤钗。东西呢？不可能啊！库房里的东西我们都搬空了，绝没有私藏。陆文轩，我母亲留给我的凤钗在不在你那里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还是说你把它送给了你的好表妹？月华，那只是一对钗子，我回头再给你买一对更好的。更好的？陆文轩，那是娘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。在你眼里，它只是一对钗子；在你心里，是不是除了你的柳依依，什么都不重要？好，很好。既然陆家记性不好，那我就亲自上门去取。回去告诉陆尚书，明日午时，我镇北侯夫人沈月华将亲自登门拜访，希望到那时我的东西已经完好无损地摆在桌上了，否则……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是皇后娘娘宫里的李公公，说皇后娘娘召您即刻进宫。宫里，皇后娘娘这么快？看来我和萧云月的这场荒唐婚事已经惊动了后宫之主，这一趟怕是鸿门宴，但我不能不去。我知道了，让李公应稍后，我换身衣服就来。咱家见过侯夫人，夫人金安。有劳公公久等了。不知皇后娘娘召见，有何吩咐？夫人进宫便知，马车已经在外面备好了，夫人请吧。臣妇沈月华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金安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娘娘。沈氏，本宫听闻你昨日在大婚之日当堂悔婚，另嫁镇北侯，可有此事？回娘娘，确有此事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容你如此儿戏？你将沈家与陆家的颜面置于何地，又将皇家的法度置于何地？启禀娘娘，臣妇不敢视婚姻为儿戏。臣妇与陆文轩的婚事乃是父母之命，臣妇本欲恪守妇道，嫁入陆家，相夫教子，奈何陆家欺人太甚。大婚之日，柳依依当众羞辱臣妇，将滚烫的茶水泼在臣妇脸上。娘娘，您是六宫之主，也是天下女子的表率。臣妇想请问娘娘，何为大局？是不是夫家当众羞辱，作为正妻，便要为了所谓的颜面，忍气吞声？是不是我沈家的女儿，就活该被人踩在脚底下，成为别人情深意重的背景板？若这便是大局，
那这大局，臣父顾不了。臣父不能为了陆家的面子，就丢了我沈家几代忠良挣来的骨气。所以你便求上了镇北侯。你可知，你此举会将镇北侯、将你沈家都推到风口浪尖之上？臣父知道，但臣父别无选择。与其在陆家那样的泥潭里消磨一生，不如放手一搏。镇北侯是当世英雄，能驾驭侯爷是臣父的福气。至于风浪，我沈家女儿不怕。好一个不怕！沈尚书倒是生了个好女儿。起来吧，本宫今日召你来，不是为了问罪，只是想看看能让萧云云的那个冰块点头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俗。既已嫁入侯府，便要好生担起侯夫人的担子。萧云策为国征战，性子冷硬，不善俗务，你要多担待，替本宫也替陛下好好照顾她。娘娘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明白本宫的意思。镇北侯府不能乱，萧林热更不能有事。你安分守己地做好你的侯夫人，这京城里便无人敢为难你。本宫会替你撑腰。侯爷，今日进宫了？是，皇后娘娘召见。为难你了？没有，皇后娘娘还赏赐了臣父许多东西。知道了。今日陆家将嫁妆送了回来，只是少了一对我母亲的遗物。我已告知陆家会亲自登门拜访。我的东西，你的人也没人敢欺负。你想怎么做就放手去做，天塌下来我给你撑着。是，臣父知道了。这些东西看得懂？自小便跟着父亲学过一些。这个人动不得。他是我母亲的旧部，人是贪了些，但还算忠心，小惩大戒即可，不必深究。臣父记下了。侯爷，夜深了，臣父先告退了。明日去陆家，多带些人。这个男人真是有点可爱。出发。侯夫人到访，陆尚书何在？不知侯夫人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，恕罪恕罪。陆大人，我为何而来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的东西呢？侯夫人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呀！那凤钗，老夫已经命人找了一夜，府中上下都翻遍了，实在是不见踪影啊！不见踪影，是找不见，还是被人藏起来了，不想归还？沈月华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依依她心地善良，绝不会拿你的东西。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。搜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文轩哥哥，救我！救我呀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陆上尚书，你陆家书香门第，礼仪传家，如今却出了一个手脚不干净的贼。依我大周律例，盗窃他人财物，价值千绳者，当如何处置？我今天不报官，我给镇北侯府留几分前面，也给你陆家留最后体面。
这一边是你泼我热茶毁我婚礼的代价，这一边是你贪我嫁妆辱我母亲遗物的代价，这一边是教你做人，不是你的东西永远不要伸手。陆文轩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放弃了我也要护着的女人，值得吗？我们走。母亲，女儿不孝，没能守住您留下的东西，还让她蒙尘。但女儿也做到了，亲手将她夺了回来，也为您，为我自己讨回了公道。您在天有灵，可以安息了。小姐，喝点吧。您从早上到现在，神经一直紧绷着。我没事。经此一计，我只觉得念头通达，浑身舒畅。夫人，侯爷回来了，正在书房等您。这个时辰，他不是应该在军营或者衙门吗？怎么会这么早回来？回来了。陆家的事情，侯爷都知道了。你今天威风得很，让侯爷见笑了。我只是不想再忍了。忍？我萧云彻的妻子不需要学这个字。谁让你受了委屈，你便10倍100倍的还回去。出了事，我担着。萧云彻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侯爷，皇后娘娘为何会对我们俩的婚事是那样的态度？您和皇家之间……当今圣上是我姑父，皇后是我嫡亲的姑母。我父亲当年是开国元勋，与先帝是8拜之交。后来我父亲战死沙场，母亲也随之而去。先帝怜我孤苦，将我接入宫中，由当时还是太子的姑父和姑母抚养。我与当今圣上情同兄弟。原来镇北侯萧训客竟是实打实的皇亲国亲，皇后嫡亲侄子。这般天大身份，为何朝野上下从无人提及半分？这些事知道的人不多，我告诉你，是信你。你是我的妻子，这些事你有权知道。你不必有任何压力，你还是你，沈月华。想做什么便去做，侯府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是，侯爷。那些田产商铺放在那里也是死的，我想亲自打理起来，让他们变成活的，不仅能有收益，将来或许也能成为侯府的一大助力。好，府里的管事、账房你都可以随意调遣，需要人手或者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随时来找我。有他这般无条件信任与支撑，未来好像也没什么可畏惧的。嫁与萧云彻，大抵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夫人，这道茶点侯爷是不吃的。先夫人说侯爷的口味随了他，不喜甜腻。夫人，这件衣上的料子是苏锦，太软了，侯爷穿不惯。先夫人给侯爷做的衣裳用的都是挺错的贡缎。夫人，您给侯爷书房新换的熏香味道太浓了，先夫人都是用最清淡的檀香。小姐，那赵嬷嬷也太欺负人了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奴才，凭什么对您指手画脚的？她不是普通的奴才，她是侯爷的乳母，是这个家里唯一和侯爷有亲情关联的长辈，动她就是不敬长辈，会寒了侯爷的心。那我们就任由她这么嚣张下去吗？哼，当然不，对付这种人，不能用强硬的手段，得用脑子。夫人，侯爷不喜花哨，这厅里的摆设是不是太艳了些？嬷嬷，这是生辰宴，总要有些喜气的颜色。侯爷若是见了，想必也能明白我的心意。夫人，这是您定的菜单？这道龙凤呈祥，名字虽好，但太过油腻。
先夫人当年给侯爷做的菜都是最清淡养生的。嬷嬷有心了，不过此次宴请宾客也要考虑到众人的口味，我已经另外吩咐小厨房为侯爷单做几道他平日爱吃的清淡小菜。句句不离先夫人，不过是想压我一头。这个家现在是我做主。沈月华，你别得意，生辰宴那天，我定要让你颜面扫地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长寿面撒了，可是大大的忌讳啊！您是怎么管教下人的？如此重要的日子，怎么能出这样的岔子？是啊，夫人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侯府的脸面都丢尽了。好好的生辰宴，竟出了这种事。夫人别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镇北侯府。嬷嬷，你就这么肯定侯爷今天会吃不上一碗长寿面吗？夫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小翠，怎么还会有第二碗？赵嬷嬷，你以为我会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一个小丫鬟身上吗？你以为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，我当真看不出来吗？我早就料到会有人不想让侯爷的生辰宴过得太安稳，所以我特意让小厨房备了2份长寿面，一份放在明处，是给那些心怀不轨之人看的，另一份才是真正为侯爷准备的。赵嬷嬷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不是我，夫人，您可不能冤枉老奴啊！哼，我冤枉你？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。你叫春桃是吗？别怕，你只管说实话。今日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要你说的是真话，我保你无事。春桃，侯爷在此，满堂宾客在此，你若有半句谎言，便是欺君之罪；但你若说出真相，便是戴罪发功，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是赵嬷嬷指使奴婢的，是她让奴婢故意在门口摔倒，打翻长寿面，好让夫人在宾客面前难堪。她说事成之后，就提我做2等丫鬟，还给我10两银子。夫人饶命，侯爷饶命啊！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赵嬷嬷，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我再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掌管侯爷主院这3年来所有的账目，你克扣下人月钱，共计327两，虚报采买用度，中饱私囊，共计1580两。你将院子里品相好的摆件偷换出去变卖，共得利800两，每一笔我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。赵嬷嬷，这些你又作何解释？侯爷，老奴冤枉啊！老奴是看着您长大的啊，侯爷。这几十年来，老奴不该有半分懈怠，将您当成亲生儿子一般看待啊！老奴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您，为了这个家呀！是这个女人，是她！她一进门就想把府里都换成她自己的人，她容不下我们这些伺候您多年的老人，她这是要架空您，把整个侯府都变成她沈家的天下呀！侯爷，您可千万不能被这个狐狸精给蒙蔽了！赵嬷嬷，你伺候我母亲多年，劳苦功高，这些年你看顾我也算尽心，这份情我记着。但是镇北侯府
如今的女主人是沈月华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是陛下亲封的侯夫人。她的容面就是我萧云收的容面，她的规矩就是这侯府的规矩。任何人胆敢对她不敬，便是对我萧云收不敬；任何人胆敢在她背后搞小动作，便是动摇我侯府的根基，论罪等诛。夫人，家宅之事由你全权做主，你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，不必顾及任何人。赵嬷嬷，念在你曾照顾侯爷的情分上，我留你一条性命。你贪墨的银两3日内悉数追回，之后便送你去城外的静心庵带发修行，终生为先夫人诵经祈福，也为你自己赎罪。此生不得再踏入侯府半步。凡今日参与此事者，杖责30，发卖出府，永不录用。来人！重新上场收面。是。今日让诸位见笑了，一点家事污了大家的眼，我自罚一杯。侯爷说笑了。俗话说妻贤夫祸少，侯爷取得如此贤内助，将内宅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我等羡慕还来不及呢。小姐，这丞相夫人早不请晚不请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请您，怕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啊。我知道，这京城里的贵妇圈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寿宴上，我处置了赵嬷嬷，立了威。如今我的名字怕是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权贵后宅，总有人想来会会我这个声名鹊起的镇北侯夫人，看看我究竟是真有本事，还是只会仗着侯爷的事。这位丞相夫人就是想做第一个试探我的人。那我们就不去，称病推了就是。不能推，我如今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，更是镇北侯府的脸面。我若是不去，便是示弱，便是心虚，反而会让他们觉得我沈月华不过如此。这一趟我非去不可。我不仅要去，我还要去得风风光光，漂漂亮亮。我倒要看看她一个文官的夫人能给我摆出什么龙潭虎穴来。朝堂上又不顺心了，程瑞又在陛下面前提议和亲，想将安宁公主嫁给北蛮的可汗，以此换取边境5年的和平，简直是荒唐！我大周的江山，何时需要靠一个女子牺牲来换取安宁？那北蛮豺狼成性，今日割地，明日纳贡，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。5年之后呢？他们只会所求更多。你看得很透彻，可惜朝中像程瑞那样的软骨头太多了，他们只看得到眼前的安逸，却看不到长远的祸患。明日，丞相夫人邀我过府赏菊。陈氏，她向来眼高于顶，自诩贵妇之首，她请你，必无好事。我陪你去。不，这是女人们之间的战场，你去了，反而落了下乘。侯爷，请您相信我，您的敌人在朝堂之上，而您的后方由我来为您守护。无论是侯府内宅，还是这京城的贵妇圈，我沈月华绝不会给您丢脸。好，万事小心，若受了委屈，不必忍着。整个镇北侯府都是你的底气。臣妇沈月华见过丞相夫人。哟，快起来！早就听闻镇北侯夫人是京城里数1数2的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是吏部尚书王夫人，这位是安国公府的世子妃。侯夫人年纪轻轻就能将偌大的镇北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真是令人佩服啊！她的话听起来是夸奖，戏要来了。是啊，侯夫人刚过门就将府里伺候了几10年的老人都给处置了，这手段可真是雷厉风行呢。王夫人过奖了，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，就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侯府的规矩是先辈们定下的，不是我定的。我作为主母，不过是奉公办事，照章惩处罢了。毕竟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
若是因为念着什么情分，就对那些偷鸡摸狗、中饱私囊的刁奴网开一面，那岂不是乱了侯府的根本？我想这个道理，王大人在吏部考核官员的时候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。说起来，我倒是对侯夫人的婚事更为好奇呢。听闻侯夫人大婚当日，当堂换了新郎，这等魄力，真是让我等望尘莫及。就是不知道这传出去，会不会有损沈尚书和侯爷的颜面呢？世子妃说笑了。我沈月华的颜面是我自己挣的，不是靠旁人给的。至于我的婚事，确如传闻那般，我这个人对待感情，就像对待一件珍贵的瓷器，发现上面有了裂痕瑕疵，我便会毫不犹豫地亲手将它打碎，绝不会留着它碍了我的眼，脏了我的手。因为我知道，更好的、更值得我珍惜的就在不远处等着我。丢掉一件劣质品，换来一件绝世珍宝，世子妃，您说这笔买卖是不是很划算？侯夫人果然是快人快语。好了好了，今日是来赏菊的，咱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。来人，将我那盆金玉满堂端上来，给各位夫人小姐品鉴品鉴。这株金玉满堂是西域进贡的奇种，陛下赏赐给我家老爷的，整个大周只此一株。安宁公主驾到，我先去迎一迎，各位夫人请自便。安宁公主，她怎么会来？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。不关奴婢的事，是侯夫人，是侯夫人刚才伸脚绊了奴婢一下，奴婢才会摔倒的。好一个赏菊宴，好一招借刀杀人，这把刀还是当今圣上最疼爱的安宁公主。奴婢只是个下人，怎么敢毁了夫人最心爱花？都是侯夫人，是她一定是嫉妒夫人有陛下上赐的奇珍。沈月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可是陛下御赐之物，你竟敢蓄意损毁，你这是大不敬之罪！早就看出你心术不正，没想到竟恶毒到如此地步，仗着镇北侯的宠爱，就敢如此无法无天。今日我们定要请丞相夫人和安宁公主为你做主。对，必须做主。你还坐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跪下认罪！跪下认罪！王夫人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伸脚了？我是没看到，可这丫鬟亲口指认，难道还有假？哦，一个下人的话就能给我这个一品侯夫人定罪？王夫人的意思是我大周的律法就是这么写的，还是说在你吏部尚书府上就是这么个规矩？公主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金玉满堂啊！侯夫人，我知道你对我们丞相府有意见，可你也不能拿陛下御赐之物来撒气呀！这让我如何向陛下交代呀？太过分了，难怪丞相夫人心疼。镇北侯夫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赏赐的东西你也敢毁坏，你可知罪？臣妇不知所犯何罪？你说谎！就是你办的我！就是他，公主明察。公主殿下，您是金枝玉叶，天家贵族，想必看事情一定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更清楚、更明白。您不妨仔细看看，看看这盆花，再看看这个丫鬟。其一，这盆金玉满堂虽然珍贵，但花盆边缘离我的座位尚有3尺之远，除非我长了一双3尺长的腿，否则我实在想不出要如何才能不经意地绊倒一个从我身前走过的人。其二，这位丫鬟从摔倒到现在一直声称是小腿被绊，可公主请看，她的裙摆虽然沾了些茶水，却干净整洁，没有褶皱和尘土，反倒是她的双手手肘处有明显的擦伤和泥土的痕迹，这说明她摔倒的时候根本不是被人绊倒，而是自己主动向前扑倒，用手肘撑地的。一个被人绊倒的人和自己假摔的人，摔倒的姿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丞相夫人，您口口声声说这株金玉满堂是陛下御赐，天下独一无二，可是我怎么记得3个月前，西域又进贡了一批奇花异草，其中也有一株金玉满堂，品相比这一株还要好上几分。那一株，陛下赏给了镇国大长公主，
大长公主前几日还邀我过府赏玩，我亲眼所见，绝不会认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您这一株究竟是陛下御赐的真品，还是您找来的赝品？若是真品，您这是在欺骗公主，说天下只有一株；若是赝品，那您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您费尽心机毁了一盆不知真假的菊花，就为了栽赃陷害我这个朝廷一品诰命。丞相夫人，您又是何居心？你胡说，一派胡言！夫人，您让奴婢去查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这位张大爷说了，丞相夫人这盆金玉满墙，早在半个月前就因为照料不当生了病，眼看就要枯死了。夫人怕担上养护御赐之物不利的罪名，便命人从外面寻了一株相似的赝品来顶替。今日之事，不过是夫人见那赝品撑不了几日，将计就计陷害我家夫人罢了。人证在此，还请公主明察。夫人怕担上养护御赐之物不利的罪名，便命人从外面寻了一株相似的赝品来顶替。今日之事，不过是夫人见那赝品撑不了几日，将计就计陷害我家夫人罢了。人证在此，还请公主明察。公主殿下，臣妇还有一事相求。今日之事虽是丞相夫人设局陷害，但终究是因臣妇而起，惊扰了您的雅兴，臣妇心中有愧。听闻大长公主那株金玉满堂开得极好，臣妇愿亲自登门向大长公主求取，转赠于您，就当是给您赔罪了。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好，镇北侯夫人，你真是个妙人。这件事你放心，我回宫一定一五一十的告诉父皇和母后，绝不会让你受了委屈。何事？回侯爷夫人，陛下有旨，宣镇北侯夫人沈月华即刻入宫，单独觐见。怕吗？不怕，只是有些好奇，天子召见会是何等光景。姑父他不过是个寻常人，你只需将他当成一个有些威严的长辈便可。实话实说，不卑不亢，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好。平身吧。朕听闻你是个很会做生意的女子。回陛下，臣妇只是略懂打理。当初接手嫁妆时，有不少铺面连年亏损，臣妇便将它们变卖，转而投入了一些新兴行业。你说的新兴行业是指什么？回陛下，是海运。我大周边境北有部族往来频繁，陆路商道时常受阻，但东南沿海却是一片广阔天地。若能大力发展海运，开辟海上商路，不仅能将我大周的丝绸、瓷器销往海外，更能换回大量金银和稀缺物资。此举利国利民，长远来看，或可充盈国库，强我大周国力。好一个沈月华，难怪云彻那孩子会对你另眼相看。你不仅有胆识有手段，更有寻常女子没有的胸襟与格局。镇北侯府交给你，朕放心。云彻那孩子前半生都在沙场上为国不征战，亏欠良多。往后的日子，你替朕好好照顾他。臣妇遵旨。夫人，怎么样？陛下有没有为难您？没有，陛下不仅没有为难我，还赐了我这个如朕亲临金牌，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！从这一刻起，我沈月华才算真真正正在这京城，在这大中站稳了脚跟。夫人，这几日京里可太平了。丞相一派被陛下深策后，势力大减，短时间内根本无力与侯爷抗衡。那些贵妇们见了您，更是敬畏有加，再也没人敢来寻衅滋事了。这样最好，我终于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海运上了。我已经派了最得力的张掌柜南下沿海，让他考察港口，建造船队，联络外商。等船队建成，我们就能把大周的货物卖到海外去了。夜深了，别太累。海运的事，我已经动用军中关系，给你的船队配备了最精良的护卫，还有几个熟悉航海图的退役老兵，过几日就会南下。云彻，谢谢你。
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若不是大婚当日的那场变故，我如今或许还在陆家后宅和柳如一那样的人斗得你死我活，又怎么会有今日这般海阔天空、肆意挥洒的人生？命运当真是奇妙。夫人，侯爷，不好了，北京出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800里加急军报，北蛮撕毁了和平协定，集结30万大军，攻破了雁门关，雁门关失守了。程瑞，当初是你极力主张议和，说什么北蛮诚心归顺，如今他们撕毁协议，攻破雁门关，兵临代州城下，你说该当何罪？臣罪该万死。来人，将程瑞罢官，打入天牢。云歇，朕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总领全国兵马，即刻北上，收复失地，驱逐部族，大周的江山就摆脱你了。臣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云彻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军中开销大，总有急用的时候。战场上刀剑无眼、补气吊命的东西不能少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朝廷粮草路途遥远，层层布赋总会耽搁。我这些算是给将士们提前备下的。府中就交给你了。经理我的那些政敌，或许会趁我不在，对你和侯府不利。凡事多加小心。若遇无法解决之事，就拿着金牌直接入宫，去求姑母和祝福。见此章，如见我亲临。府里上下3军内外皆可调动。月华，等我回来。我等你。去。我的丈夫，我的英雄，去为我，为天下苍生，守卫江山。我为他守好家，守好大后方。夫人，前线又传来坏消息了，代州失守，新州告急，朔州也被北蛮包围了。是啊，夫人，这半个月全是败仗，京城里流言四起，有人说侯爷老了，不复当年之勇，还有人说大州气数已尽，不如早日南迁。更过分的是，那些侯爷的政敌又开始蠢蠢欲动了，他们暗地里克扣军饷，拖延粮草，还散布谣言，动摇军心。他们敢传我命令，以镇北侯夫人的名义，凡克扣军粮、拖延粮草者，以通敌叛国论处，杀无赦。小翠，你立刻带领侯府最精锐的亲卫，亲自押运粮草前往前线，谁敢伸手，就斩断谁的手。是，夫人。你去通知各地的掌柜，动用我们所有的商业网络，把江南的财富全部转化为前线需要的物资，粮食、药材、冬衣、兵器，只要是前线需要的，不计成本，不问代价，务必尽快送到将士们手中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捷报！捷报啊！什么捷报？快说！800里加急，侯爷亲率3000铁骑，雪夜奔袭，奇袭北蛮王庭，于万军之中斩杀了北蛮大王子，还烧了他们的粮草，断了他们的后路。北蛮大军军心大乱，不战自溃了。镇北侯夫人有勇有谋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乃我大周之福。好孩子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云彻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你在后方稳住大局。你们夫妻2人都是大周的功臣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这都是臣妇应该做的。夫人，大胜！侯爷在漠北决战，大破北蛮主力，俘虏了北蛮可汗，30万蛮族大军灰飞烟灭了。我回来了。欢迎回家。
在想什么？在想1年前的今天。1年前的今天，我还是陆家的新娘，以为这一生就要那样过去了，却没想到只是一念之差就换了人间。该感谢他，感谢他眼瞎。是啊，也该感谢我自己当初的勇敢。云彻，你当初为何会答应我那个荒唐的请求？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。因为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东西。什么？看到了不甘于被命运摆布的火焰。那火焰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像。月华，我这一生打过无数胜仗，但最让我骄傲的一场胜仗，不是在漠北，不是在雁南关，而是在陆家的喜堂上。云彻，我们有了一个小宝藏了。